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委内瑞拉，由于政府对面粉等基本食材的配给和价格控制，导致了严重的面包短缺，超市的货架上常常一片空白，而人们排长队等待几个小时也未必能买到想要的食品。一位名叫玛利亚的母亲，为了给家中的孩子提供一顿像样的早餐，常常凌晨4点就起床，跑到几公里外的面包店去排队。玛利亚的努力让她的孩子们能够在困难时期还能吃到温暖的面包，但她心中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能自给自足，比如种植自己的食物，或者与社区建立互助网络。Observation 2. 东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柏林墙倒塌后迅速解体，许多国有企业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而关闭。汉斯是一名在汽车制造厂工作了30年的工程师，在工厂突然宣布关闭时，他和许多同事一样失去了工作。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汉斯选择重新学习计算机编程，并最终在一家新兴科技公司找到了工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面对大环境的变化，个人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Observation 3. 古巴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基础设施的疏于维护，频繁的停电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位年轻的小提琴手卡洛斯，由于经常在演出中遭遇突如其来的停电，决定利用这一挑战，创造了一系列 Candlelight Concerts 烛光音乐会。这种独特的音乐会不仅解决了演出中的电力问题，还因其独特的氛围而变得极其受欢迎。卡洛斯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在困境中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Observation 4. 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原因之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的农业政策失误，农民被迫上交绝大部分产出，留给自己的不足以维持生存。面对这种情况，一个名叫李华的农民开始秘密培育自己的小块地，虽然风险极大，但他成功地保持了家人的基本生存。李华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极端的经济环境中，机智和勇气是生存的关键。Observation 5. 朝鲜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了其纺织产业的严重衰退，缺乏创新和效率低下，使得产品无法与国际市场竞争。一名名为金英的纺织工人，面对工厂生产下降和物资短缺，开始在家中用手工编织服装，销售给当地社区。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激励了周围的人自主创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价值。Observation 6. 在苏联晚期，计划经济的僵化导致科技和创新严重落后。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伊万对官方分配的研究项目感到失望，决定在私下进行自己的研究。他与同事秘密开发了一个新型的环保材料，尽管面临极大的风险，但他们的创新最终得到了国外的认可和支持，为伊万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职业生涯。这个故事展现了在一个受限的系统中，个体创新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Observation 7. 在阿尔巴尼亚的计划经济下，政府控制了所有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导致市场上商品稀缺。一个名叫伊米尔的小商人看到了这种环境下的机会，开始在黑市上销售稀缺商品，如咖啡和香烟。尽管这种活动带来了法律风险，
但伊米尔通过小心谨慎的方式，为当地社区提供了他们难以在正规市场上找到的产品。伊米尔的故事展示了在限制性经济环境中寻找和利用市场缺口的重要性。Observation 8. 津巴布韦经历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导致计划经济中的货币交易几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名叫查尔斯的农民开始与其他村民实行物交换，以维持生计。他用自己种植的蔬菜和粮食换取其他必需品，如衣服和工具。查尔斯的适应性展示了在极端经济困境中，传统的物交换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活动方式。Observation 9. 朝鲜的计划经济导致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一位名叫李英浩的青年，面对市场上缺乏基本的家具和装饰物，开始自己动手制作这些物品。李英浩利用回收的材料制作家具，并教授其他人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实用和美观的家居物品。这种 DIY 精神不仅解决了当地的一些物资问题，还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自我依赖能力。 View. 在讨论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时，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大实验苏联。苏联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目的是通过政府的集中控制来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经济体制的理念基于消除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力图通过统一的规划来分配资源，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理论上是的，但实际执行中，计划经济常常因为缺乏市场反馈机制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极低。比如，苏联就曾出现过农业生产过剩而工业物资短缺的情况，或者是生产的产品与市场需求严重不符。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试图预测和规划未来的需求和生产，但往往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那么，普通人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应该如何适应呢？首先，理解政府的政策和计划是关键。在计划经济中，很多时候你无法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有多种选择，你可能需要学会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例如，苏联时期的人们就必须适应商品短缺的情况，学会预测和应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便。其次，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也非常重要。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人们往往需要发挥极大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比如通过自制日常用品或者在黑市中交换所需的物品。总之，虽然计划经济试图创造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遇到诸多挑战和困难。这种经济体制的经验告诉我们，完美的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往往充满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计划经济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人的行为、市场的动态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普通人而言，生活在计划经济下，意味着要了解和适应政府的政策，同时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在困境中寻找可能的生活艺术。现在，让我们回到现代，思考一下计划经济在今天是否还有其适用之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计划经济似乎已经是过去时，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在极端经济危机或特定的国家安全问题面前，部分计划经济的措施也许能提供一些解决思路。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中，计划经济的元素是否完全过时，还是说它们可以以某种形式被重新解读和应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文章讨论的核心。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通过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案例，进一步探讨计划经济的优缺点，以及它对当代经济政策可能的启示。在讨论计划经济的实施细节之前，让我们以苏联为例，回顾一下该国在引入计划经济政策之前的经济状况。苏联在1917年10月革命后，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重建任务。
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结构需要迅速转型，以适应工业化的需求，并且在内战和世界大战的双重打击下，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严重破坏。1928年，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标志着计划经济的全面启动。政府通过这一系列的5年计划，试图将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强国。首个5年计划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的发展，包括矿业、钢铁和电力等基础产业的建设，这些都是国家安全和进一步工业化的关键。具体到实施细节，政府对所有大型工业企业进行了国有化，所有生产活动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生产目标执行。例如，为了迅速提升钢铁产量，政府在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建立了大型的钢铁厂，该厂的生产目标是基于国家对建设材料急剧增长需求的预估。此外，政府还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取消了私人对农田的所有权，成立了集体农庄。这一政策在初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农民的抵抗。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提升了苏联的工业产能，使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能够依靠自身的工业基础支持战争。然而，集中式的资源配置也导致了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集体农业政策更是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影响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在解决某些特定国家问题，如急需加速工业化以增强国防力量时，确实可以发挥短期内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这种经济模式也容易带来一系列长期的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问题。这种经历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需要在实施时考虑其长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改革中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Analyze.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其中政府决定生产、分配和价格等关键经济活动。这种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迅速集中资源来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尤其适用于战时或重建期。例如，苏联在2战期间就通过计划经济迅速扩大军工产能，有效支持了战争需求。然而，计划经济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缺乏市场机制来有效调配资源，经常会导致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长期而言，这种模式下的企业缺乏竞争压力，创新动力不足，可能导致整体经济发展滞后，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可以提供基本的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理论上减少了失业和贫困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供需关系被政府计划所替代，常常出现商品短缺、选择有限等问题，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满意度。此外，政府对经济的高度控制也可能限制个人的经济自由和创业机会。综上所述，计划经济虽有其适用场景，但也存在导致效率低下和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风险。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找到计划与市场调控的平衡点，以促进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